Hello， 各位，我是阿北。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呢？今天要来开箱啊，就是在国外 shopping 的东西啦。最近我有一段时间迷上了网络购物，那我买了一些怀旧的产品啊，然后刚好今天到台湾了，我们就来看看我到底买了哪些怀旧的电玩商品吧。Go go！ 好，这个刚刚到的，我今天起了一个大早，被电话叫起来，好，开箱环节。然后这个是阿贝第一次买国外的东西啊，那买的方式呢，应该后面会拍一个影片教大家怎么从台湾买国外的东西回来吧。等下就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实际上到底买了哪些东西。然后这就是里面的东西了，我明明没有要特别包装，他都帮我包装好了。哇，很多，它保护还算不错哎，它都有装那个泡棉，里面都有空气袋。接下来就是这一拖拉骨了，哇，这一拖拉骨真的有年代感了。这个是当初买超任主机，然后这些配备啊，它是一拖拉骨的，这个好像才800多块吧，我有点忘记，我那时候运气不错，刚好抢到这个，然后那时候还不太会用，所以这个是请我朋友帮我裱的。哇，卡带很多，差不多30个卡夹。有那个旧纸箱的味道，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从仓库搬出来的。这个应该是射击游戏《超广角战机6》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常看到火舞众修罗的兵法，巴多鲁科马达，这个还是帕布雷斯特时的时候的作品。这有几块其实在坊间都看得到，然后都还蛮贵的。哦，机器人列传，我竟然有拿到这一块，太棒了。OK， 哦，这袋超值得的。然后其他应该是一些小游戏，一个是那个什么《圣火降魔录》，超任上的第一款，这个昌的什么传说秀斗，这个应该也是足球的，因为它有提到秀斗这个字。有几款我自己都不知道哎，像这一款我就不知道，这个我就不知道，这应该是格斗游戏。然后这一款《勇者斗恶龙6》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可能里面记忆电池我会自己再换过。来了，重复了，超武斗传了，开放抽奖了，然后一起买的，然后一个星之卡比，街头快打，好多哦，这个超棒的。现在大型电玩很夯，大爆笑人生剧场，这个就是玩从婴儿时期到长大成人，然后它有设定一个时代这样。然后这个巴斗鲁机器人躲避球吧，这是战略作品吗？有点忘记了，有几款其实都不错。然后我最想要的大道五右卫门3，这一代真的是超多。然后还有一个信长野望。完了，我好像有买到重复的卡夹。我今天有标一个，也是信长野望这一块，可是它是有外盒的，然后我个人觉得蛮便宜的。这什么都没有讲。这个我不知道 ，Dark Star 应该是灌篮之星吧？如果照翻译的话啦 ，Super Dark Star， 我不知道跟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篮球是不是同一款呢？这一款我好像有玩过，但是它的名字我讲不出来，因为它那个老鹰的符号蛮熟悉的。太多了，这个真的是买到赚到哎！SD 钢弹外传2这一代捡到宝，可是重点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，然后每一个卡夹都要清一下，因为不能用的话就完蛋了。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，就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，日本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单字叫什么虾库嘛，就是那种坏掉的品，但是它这个上面没有它的没有那个文字出现。然后等一下大概会讲一下。为什么这支会从网络上购买的原因？然后第一个是这个卡夹是什么？这家真的不错哎，这一款外面还有一个套，这一款游戏叫《电神魔魁》，这是我之前跟大家说非常好玩的一个超人的动作游戏，而且这个超便宜的哦，这个在日本500多，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卖多少吗？这一块卡夹在台湾要卖2000块，就这样，这个卡夹。还好我手速快，我直接买。不过这个好像是那个欧洲版本的，但是便宜。来了，超武斗传
超武斗传3，那时候买是超武斗传系列，我们从1、2、3好了。有的人一定会问阿贝说：“这个你不是买了吗？”哦，因为他这个一起买比较划算呐，而且刚好那一天的游戏啊，超武斗传2读不到，我还有跟那个虾皮的买家讲，然后他退费给我，然后这个是自己重买的，而且那时候这一块也读不到，然后主要是这2个啦，这个就是那个七龙珠的 Hyper Dimension 吧，这一块其实还蛮稀有的，我觉得还蛮便宜的，这我们就留到下个影片再讲。这一块的七龙珠相关系列超任上的最后一个作品了，所以我觉得很稀有。这块真的单买蛮贵的，在台湾可以去查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七龙珠超级赛亚人传说哦，这一块也很好玩。如果大家小时候玩过任天堂七龙珠的卡片战斗的话，这一块就是用那个方式来玩的，超好玩，我超喜欢。接下来这个啊，这个我每次只要讲到怀旧游戏，我一定推这个。46亿年物语，哇，它包装包得非常的好哎，它有用封膜机吗？好像有。46亿年物语这一块是我觉得最有寓教于乐的一款游戏了。它的玩法呢，就是从你是一个浮游生物，从一个小鱼开始进化，然后一直进化到什么两栖类啊、恐龙啊，一个演化的过程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教育意义的游戏，而且非常好玩。它当然不止在超任上出过，它有在 PC 上出过。这块价钱很高，然后这个也是儿时回忆。这个不用讲，悠游白书这个很经典。你现在看到的左边是2代，就是那种很简单的2D 对战。然后这一个是它的超人的第4代作品，也是最后一代对战游戏，这个蛮好玩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我看到就直接收下来了，而且我现在收的在台湾的这些价格都非常贵，但是我其实在日本买很便宜。这就是乱码1/2了，然后这是当初也是在超任上的对战格斗游戏啦，一个是1代，一个是2代。可是这一个我有点忘记了，超级乱舞篇好像也是对战吧，有一个好像是 RPG， 有点忘记了，这个我可能要看一下。它卡夹保存其实都不错，我觉得算不错了，它只有一点泛黄。然后下一个，哦，这个我老婆应该知道吧，灌篮高手应该知道吧，不要说流川枫你不认识。仙道章当时都是很多女生、少男少女们的偶像，然后还有一个3代我没有买，因为3代它是那种 SD 篮球的那个，就是 Q 版篮球啊，那个我没有找到，可能有机会把它们一并收齐吧，这样好便宜哦，可能刚好运气不错压到宝。然后这个就是超级任天堂本体了，16bit 传奇机，这一款给了阿贝很多的感动跟欢乐。老婆，你会觉得我买了一堆废物吗？你竟然点头了！你看这一个卡夹卖50块好了，我现在想数给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一个卡夹卖50块，马上回本呢。哦，不过这个就是另外买的，那个另外计费了。这个就是超级任天堂了，可能要清洗一下这一个早期的。哇，坏了，卡夹下不去，那我这样要怎么插？哇，我买了一个坏的了，等一下我实验一下。真的哦，它 power on 了啦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坏掉了。OK， 可以插了，以前就这样插着，然后这边是弹出，这样超级任天堂。这台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这台那时候是跟哥哥一起在夜市买的，然后那时候还是买人家2手机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买。没有经验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被当盘子。然后那时候过年又很想玩，第一次拿压岁钱不用交给爸妈的时候，所以就跑去跟哥哥兴冲冲买了这一台。那时候记得第一款卡夹是悠游白书，可以蓄气版的，不是刚刚前面那2块，是另外一块。这边就是电源线跟 AV 端，然后这就是手把，6颗按钮，这个很酷，超酷的。领先全球，按钮上面有磨损的痕迹就知道了，是老玩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以前玩某一款游戏会这样刷按钮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刷吗，老婆？这样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连打很多下。就如果在按按钮要拼按钮数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这样。然后当初其实就是会上网买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嘛，有时候会
会想要收集以前一些玩的电动。严格上说起来，以前大家玩电动，像超任这些，应该都是玩那个磁碟机吧，什么万变蝶龙啊、拦截者啊，这个应该大家耳熟能详啊。然后我觉得，既然现在都有能力的，而且也长大了，有人说玩模拟器，但是我觉得模拟器的软体本身就有问题了，所以我坚持一定要买软体来玩。也算是弥补小时候的那种没有玩到电玩的遗憾，跟一些当初用磁碟片的一些补偿吧，对不对？对，长大之后真的要还，还是要还任天堂的，大概是这样的吧。还蛮感动的。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啦，家里超任的机器啊，就是被丢掉，就我在直播有讲嘛。那时候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搬家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搬去龙华那边住，反正就在回龙那边嘛。那时候机器就没有带过去，然后全部都给侄子了。然后我后来问侄子，他说他们因为手把坏掉，然后把机器全丢了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个对我来说是很宝贝的，没关系，今天舅舅买回来了 ，OK 的，你要跟舅舅借 ，OK 的 ，OK 的。然后如果详细开箱的话，应该会在下个影片放吧，或是再介绍一些超任的故事这样，或是还有一些更好玩的游戏，甚至可能会在直播中播啦。好啦，这一支的小怀旧开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阿北。如果觉得影片不错，记得按个赞，有空多来看看。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